大家好，我是老叶。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来分享和讲解一下大家的这一次的二创练习那么这种二创练习它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参考，但是大家的发挥空间呢，还有大家的水平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一些脑洞，还有一些创作思维创作思路。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作品中有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呢，我可以帮忙分析出来，这样子大家有个更好的前进方向那么我们就开始吧。这一次呢，蛮多人参与的哦，我看看最近一共有多少个小伙伴参加了这次练习一共22个。那比我想象中的多了起码3倍吧。原来我想就是说5到10个人参与，我这样子一期又可以水一期10分钟搞定但没想到这么多人。那这边不管是速写还是线稿还是上色导，我就随机开始给大家播放，并且有问题的话我就讲解一下吧。这是脱稿，这是完全脱稿脱稿拍这个视频，所以很多地方讲的不好就请见谅。好，我们一个个来。第一个，好，这个是我们的刘同学刘同学，对，就是刘同学画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整体来说，这个整体非常的棒，因为它整体我都完成了。然后你看这线稿，他已经努力做到它最好了。我们中印看一下，这个线稿呢都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好看。然后整体上的人体比例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发现的就是这个脖子，女孩子的脖子太粗了怎么是 OK， 首先你看这个脖子，女孩子的脖子，这个女孩子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脖子太粗了，你得自己把它优化一下我们的女孩子脖子这么粗的话，她就太强壮了。OK，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发现的，就是说这个线条，因为我仔细看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线条的问题，我们去放大看一下就是这个线条它没封死就是在结构的，特别是这种转角结构处呢，它都放空了，这样子是不好的，特别是以后你填色或者是上色的时候，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那种叫做处理方式。那这边，而且特别是这种转角的地方呢，它也是很好去暗示一个结构的一个要点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裙子用进来，我这个笔刷等一下换一个笔刷，对吧？它也是一个很好去暗示一个结构，就是两个结构重叠在一起呢，你可以把它稍微加深一点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暗示结构。比如说我这个腿是有点阴影的，你可以往里面走一点点，它是不是就很好的暗示出了这个两个不同结构层叠在一起的一个空间上的关系，对吧？这样子是不是更好看呢？还有这就是你看像这种地方可以重一点就是两个结构点的地方它都可以重一点点我这边尽量放大一点的，因为在屏幕上录屏完可能会比较粗糙。像这种你看就是这种转角的地方一定要处理的好看一点点，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卡点，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它更有内容呢？它也更有立体呢？好，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2个问题可以改进的还有第3个问题呢，就是头发我知道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头发本来就比较难，但是尽量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呢，把它画成一种有结构一种结构的图形不是说大概飘起来这样的形的。当然我知道这个练习是要过程的就是说以后可以多注意一下，把这个头发也改进一下还有一个也不算是问题的地方，就是女孩子嘛，因为你是要自己去简化这个整张画，而不是说看到什么就画什么。那女孩子的上半身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把它给优化的小一些。那你们看女孩子都知道水蛇腰花瓶的那种，也不叫花瓶葫芦形的身材会好看，对吗？那因为我知道它是侧面嘛，那你上半身可以小一点点，上半身小一点点呢
这样子会更女孩子一点点OK， 这个是第一个同学同学的画的不错画的不错，再接再厉把每个地方呢都提升以后，就肯定画的会很好。而且画这么细，真的很不容易。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同学也是这个线稿。好，这个是我们的罗拉同学。罗拉同学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也跟刚刚的刘同学他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线条呢，它不够封闭。你看这些，我用红笔吧。你看像这些地方它都放空了这边一定要努力做到把它一笔给它画下来，不是一笔画下来，就是把它给结构给它描述的准确一些，不要留这种空，对吧？这个手其实画挺好的，右手这个画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是线条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我看到了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这个结构。这结构是一个比较长的路结构哪里有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嘛，你看这个，我把这个透明度给它关一下一个人讲5分钟，那我今天要讲多久啊？没事，慢慢来帮大家看图也是我自己一个进步的一个方式。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女孩子的结构嘛。那她如果胸腔在这边，OK， 胸腔在她的脖子呢，它应该会在这个地方，对吗？那这边就是肩膀然后呢，这边就是你看这个图上，它就有点脖子太往后了，然后这边肩膀的这个空间关系，它就比较没那么正确，表达的不是那么好。那如果我们是正的画一个侧面这样下来，就是我们的盆腔不按照参考来有一个扭转的一个角度呢，那你看。OK， 就是我们这个结构尽量画的清楚一点，如果花时间不要紧就努力把它画好，对吗 ？OK， 你看看，这样子就一个结构不就出来了吗？这样子你把它结构全部画出来以后，你就自然就知道我的头是不是应该往前走一点，对吧？然后呢，下一个问题可以改进的就是我给你量一下，你看用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脚跟上半身跟下半身，如果你下半身尽量跟上半身差不多长，甚至长一点点，那个人就会更好看嘛。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是按照真实比例来说，大概是亚洲人的这个比例是7个头长到7.5个头长。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呢，她就腿没这么长，就有一点点就是有点臃肿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比例，对吧？她这个脚后跟还有一个鞋子，对吗？你看这样子比一下，是不是上半身就比下半身还长？这样子就不够这么修长，它就跟现在的这个大众审美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所以你可以自己优化一下这个人体比例。OK， 这个是这个同学。然后呢，刚刚头发也说了，头发一样头发我们要努力去把它结构画出来。好这个是罗拉同学画的也很好，就很干净，我很喜欢看到这种很干净的。就算你画不理解的话，你画的干干净净，也是对你的观众的一个尊重嘛，是吧？好，我们下一个是我们的昌 C 同学这个是他的网名以后大家尽量自己标注一下姓名这样子我比较好发音嘛，是吧 ？OK， 也是一个草稿图问题也是跟大部分的刚刚的前面两个朋友是一样的，就是他这个注意了一些，他这个线条还是有封闭，但是没有封闭的很好，你看看这些地方是吧？没有封闭的很好。OK， 然后就是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比较卡通的比例，我是非常能理解这张图这个作者的一个主观想法是画个比较卡通的，但是你卡通的话，你身体就比较圆润，比较可爱，但是这个脖子呢，反而它就我觉得是有一点稍微太长了一些，对吗？
如果你脖子短一点点，就短那么一丢丢，你可能这个人呢，他整个比例他就会更协调一些。OK， 你看看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更协调一点点？就一点点不用说改了很多，这样头稍微小一点点，然后脖子短一点点，是不是这个人看起来就对吧？这样看起来就整体比它就更协调一点点。OK，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刚刚那个参考图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是有一个镜头的一个角度的所以它是整个是有点歪的。那你画的时候呢，你可以根据你的主观判断呢，把它给稍微旋转一下，那这样子这个重心是不是就更稳了？那这个同学他就是完全看的参考，有点这种感觉，好像他调回来，重心往右边调回来一点点，但是这个重心还是偏，就是偏往左边倒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们就可以做一个调节，这样子可以给它伸出来一点，是不是感觉它就更稳了一些呢？好，我们下一个画的不错，很认真，干干净净的。OK， 下一个是我们的 KJM 同学画的非常可爱这个非常可爱，然后颜色也上了OK， 我们来说明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第一个就是结构结构的地方就是你看一下衣服，你这个胸腔整个的体积表达呢，它是很平面的，然后你的那当然不是说一下上来谁都可以把它画好，就是说我们去慢慢的按这个方向去把它改进。然后再说，你看这个裙子，你看裙子你都有一点空间的关系，都有一点立体的感觉嘛。但是你的胸腔跟衣服的这些褶皱拉扯它都是非常非常平面的去处理OK， 这个是表达上的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做这个设计上，你看这个小腰带，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呢？你不能说我就大概画一个是怎么样一个结构，别人看不懂那也不行，对吗？你这个是一个绳结绑在这边呢，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你得起码把它，就说你表达不到位的话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把它给，就是说按照尽可能的把它，比如说我这是个蝴蝶结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你得给它再画出来，让大家起码你就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绑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结构好稍微讲的有点细但是我们再讲其他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是结构上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回来你看这个脖子在这边，那我就把你这个比例画的卡通一点。OK， 那脖子的话，它应该在这个地方。那你这边的头发呢？这样让人感觉呢，我给你关掉一下，是不是感觉这个脖子也是很粗而且是往后面。虽然说你是几个像素，可能就0点几，就是0点几毫米0点几厘米，那你给人感觉它的已经是它就没有这么小巧了，对吗？它就感觉比较脖子就比较粗，这样子不是很好看。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个手有一点点太粗了，因为你是一个少女嘛，对吧？你这个少女，你看这个手是不是？跟我的手差不多，我的手的就是这种感觉，对吧？那你可以少女一点，你就小一点嘛，细一点点嘛，对吧？不要这么粗你这衣服可以说是那种中世纪那种欧洲的那种垫肩一样，这种感觉都没问题这个衣服是这样子，那这个手我们细一点点，女孩子嘛，对吧？然后这个手刚刚说的是手臂我这个描述的不太正确，然后讲下这个手掌。这个手掌其实画的很好，比我画的还好，但是它太大太粗了一些。因为你画的还是那句话，你画的是女孩子，你女孩子的话，你要很注意这种细小细微的这种结构一定画好一点点，把它画小一点点，画细一点点，它就是更可爱，对吗？然后接下来还是结构，这个手肘，你看这手肘在这边，我知道那个参考，它看起来好像。看起来很下面，但因为他的身体它是往这边斜的，你仔细看，如果你去量的话，你就是按一个旋转的一个周长，它也是到胸腔的最下端。那我们这个手呢，如果你把它给往下拉下来，它已经碰到骨盆了，对吧？它就太下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
就是画过头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不知道这骨盆在哪里的话，你很容易就把它给就画不准了，对吗？那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画可能看不是很出来，但是你以后就会发现你的画总是怎么哪里好像不太正确，不知道是哪里不正确，那大概就是比例上的一些问题了，比例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对吧？然后这个腿我现在就没什么意见了哦，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OK 是这个眼睛，你看这个眼睛，我们虽然有透视，远的眼睛会更小一点，但是它没有那么大的透视，你只去看一下照片，或者去看一下你自己拿手机照一下你的这种侧面，你的左右眼睛呢，它的差距是很小的，可能就0.9，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啊，就是说尺寸上的一个不同嘛，那起码要有这么大。然后呢，现在的这种动漫风格呢，它已经开始走这种物理空间结构上，起码要看的是对的这种趋势了。因为大家的已经被这个叫什么来着的，大家的眼睛已经被喂养的已经很刁钻了哈。你去看原神之类的，你就发现，如果它空间上你感觉不合理的话，你画出来的话就没有这么高级。OK， 我是大概这样子弄一下啊。OK， 这个结果大概就是 OK。我讲的意思，可能我画的不好，因为对我画头也画的不好，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物理结构上呢，还要能够是对得上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讲的这个，比如说这嘴巴，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动漫呢，它是一种意会的一种形式，它这个嘴巴就会让人斜一点点啊。但是现在看多了，你仔细看了，现在比较少人这样子表达了，你可能会稍微把它给带过来一点点。那这边也暗示一点点，对吧？有点丑，哇，丑画真丑，不是一般的丑大概就是我就这个意思啦就是物理结构上它要有一点暗示跟表达出来，别人才会看的，就好像它是比较扎实的画了一下这个耳朵这个耳朵离眼睛太近了，起码到这边来吧，你把这个结构给它画出来，你自己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五官是个怎么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个大概了我讲的好像讲了好久OK，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画的非常可爱，这风格也是已经很有意思了，很有你个人的一个风格了。就加油继续把它画完在关掉之前呢，还是那个问题，线条嘛，不要这样子断的特别是这种比较暗影的地方，你一笔就给它画完嘛，就清清楚楚的画出来。OK 好，我们下一个，它这个线条这些地方不要粗细差太多，呢，它给的那种感觉是比较潦草的这种感觉。OK。那我们下一个已经讲了20分钟。好，这个呢我没什么话说，这个是赖同学的 LAI 同学的这个像是书写一样的一个风格，我没什么意见，这个画的挺好看的，然后线条也很清楚，可能就是一些风格化还有一些结构叫做结构简化上可以再慢慢的去把它给画更成熟一些整体看得很棒。OK， 我们看下一个。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偷懒了？但是确实画得蛮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The Edge， 应该叫 The Edge The Edge 同学画的非常认真，这个背景都有背景还有点这个空间感，画得蛮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脸也很漂亮，这脸不错这个脸都画得很不错。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材质表达上呢，不要想着去用这种材质贴图把这个东西给它概括出来，觉得我这样贴上去，别人就知道我这是一个金属这金属不可以这样表达，这样表达是一个比较偷懒的一个表达方式。你可以看一下别人画那个金属材质这边我就不演示了，但是你可以去就是你去练1-2个练习出来，然后你画的金属就不一样了，对吧？
然后我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先说整体画的蛮好的。那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呢，首先还是结构了，因为结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不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是把它画出来以后，但是它不准确哦。那我们要自己去分析。你看，像我们大家都统一一个参考的话，我就比较，而且我也自己画了嘛，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视频，虽然没人看啊，但是我确实也画了这个练习啊。那我就是直接画这种胸腔结构，对吧？那我胸腔也没画很好啊，我觉得练的还不够，但是多少还可以用嘛，我这个胸腔结构。我本来想这个出视频专门讲这个胸腔，它有几种的这种概括方式哦，但是时间和精力真的不够就没有那个画躯干的时候，躯干的时候那视频老不过审，我也就很郁闷我就自己默默的练。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胸腔，好，这个胸腔在这边嘛，那你画的胸是很大的，对吗？这个脖子，你看这个脖子，这个同学，这个李 Edge 同学呢，他这个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哦。那我这个给它拉下来，对吗？我腰细一点，这个是有点欧美的这种体型，对吗 ？OK，这个臀部这边呢，欧美的这个表达呢，我反正大概吧，我也不是很厉害哦，这种欧美风格不要夸张。那我在想说的就是说，你看这个胸它这么大，对吗？你把它这个三维的这种感觉，它没有表达的很到位，因为你的就被这个材质这种细节给吸引了，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太黑了，你可以稍微把它调亮一点点。OK， 我继续，我这边讲的不是很清楚啊。那胸腔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你的胸呢？我们说从这边开始，那它是一个，如果这么大的话，它会垂到怎么说呢？垂到第一块腹肌下面，就是说看不到那个胸腔骨头的转角的地方，它会把它遮掉嘛。那这么大的话，我这个画的有点太深了，我再浅一点。OK， 那你看一下这种物理结构呢，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横截面，对吧？那老鹰的话，你看老鹰的话在中线的话，我这个图改的有点搞笑。OK， 你这个神奇女侠，它这个胸前的这个老鹰盔甲，对吗？那它的中线，它这个老鹰肯定是在中线嘛，对吧？看老鹰长什么样，那它就会从，我这个画的，我等一下想一想，我看怎么样把它画清楚一点。OK， 它应该是会这样子下去，对吗？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翅膀的一个结构。OK，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啊？就是说，从这个物理空间来说它应该是这样子一个结构透视的方式。那你在这边呢，就把它弄得很平，但是你在轮廓上它又是那么的大大很好，但是要表达准确嘛。OK， 然后其他我就是再总结一下，这张画很用心颜色什么都有还有背景，还有光影，还有特效。还有这个材质但是呢，每个地方呢，不是说不能画，肯定是要这样画。你把你感兴趣的地方都给它画出来，然后你再去把每个地方改进把它加强，以后你一张画就很成熟然后我刚刚还要再讲，就是透视一定要多花点心思去把它给攻克下来。你看一下这个。它这个腿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起伏，它这个你看这个圈圈绑在腿上，对吗？它是不会有个这么大的一个曲度，你看这个曲度。OK 脸画的很漂亮100分身材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再改良一下。OK， 我们下一个，这个是如果是第三个，这个是3月同学的这个画，这个线条非常好，非常的干净整洁。那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首先呢是这个人的横向的比例，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太修长了，这个太修长的感觉有点就是弱不禁风，会被吹一下就可能就没有重心的这种感觉。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比例问题现在这个图上有什么比例问题？就是这个手
这个手很多人我不止一看到一个人啊，这个手可能画的有一点小哦，这个特别是这个手掌，你看我的手算小，但是我的手如果大一点的手的话都可以，我发际线太高了嘛，但是如果你发际线在这边的话，你的手应该是跟你的手跟整个脸差不多大嘛，那这个就小了一些，你看，然后你对比这只手来说的话，对比右手来说的话，它就比它小了，对吗？OK，这是比例上的问题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衣服它也不叫做问题哈、哦。你看它这张参考，它给的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是一种走势的这种走势这样子一个走势的一个动态感觉，对吗？那这种裙子呢，裙子你要得自己把它自己消化跟简化成一个别人能理解，还有你自己一个能理解的一种这种结构啊，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看到小小碎碎的哦，就太碎了。你看，好，你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视频，我把它概括成怎么样的一个裙子啊，这边就不细说了。然后还有个地方很好的地方就是你看这线条都是一笔画认认真真的画的下来哦，就没有太多断开的地方。OK 啊，这个就是三月同学的这个作品啊，挺好的。好 OK 啊，还头发也是要有结构化哦，这个头发要结构化啊。OK 啊，加油。然后再下一个同学是六啊，我们的小六子同学，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你们下次的话哦，尽量把这个署名给他写上，不然我有的时候看这个网名觉得不太能够代表你们。好，这个同学呢，六同学哪里可以改进？你们来说一下，你们觉得哪里可以改进？哪边问题比较大？真的是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大，是哪里呢？你们来想一想，你们觉得哪些问题可以改进呢？OK， 那我来说吧，不卖关子。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重复过的这个手肘的问题。手肘，如果你的胸腔它真正的到这边这么矮的话，对吗？就到这个地方，那你手肘如果我放松下来，我把这个透明度改一下，如果手肘放松下来，大概就在这个里，对吧？那这个长了这么多，就是长了一点点，它就不正确，特别是手臂的这个关系。OK， 手臂你看到这边，这是手肘的问题。然后呢，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因为你看你的胸腔的给人的这种感觉，我知道是有透视哈，给人的感觉它这个胸腔好像比较窄。那我们这个手又有一点点，我感觉是粗了一些哦，就是你可能稍微细那么一点点，它就会感觉好很多。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两根手的这种粗细已经快跟胸腔一样宽了，这样子就不太合理。OK， 然后呢，这个腿呢，你是喜欢比较修长的女孩子，那我就没什么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夸张一点的，但就是这种结构呢，也是要去练习一下，因为你在这个图形表达上呢是比较平面，也是比较平面的，那这些结构上也要去做一些练习，把它给真正理解的，你就知道哦，原来这边是这样子，是这样一个层叠关系，然后为什么它是那样子一个结构，对吧 ？OK， 对，大概这样子我也画的不好。然后刚刚讲手你看你手这边这么长，那这手虽然有透视，但你这个手明显是左手它短于了右手。我发现有好几个同学他也是就没分析到位就是你看一下这个手是吧？如果你手你看这么长，我就给他一点透视，他这只手比这边左手比右手短一点点。那你看，你明显看小臂就已经不太对了，小臂起码要伸展到这边对吗？这边才是这么长。OK， 好这个整体来说完成度是蛮高的，就是你看颜色都有上去，然后很干净这边跑出来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干净，还上色呢，然后有阴影这个完成度如果你每张画都保持这样完成度，然后再按照不同区域去提高。以后就慢慢的整个流程你就会越来越熟嘛，也会画得更好还有裙子也是结构化一下。好，这个是六同学。OK， 这个同学是在B 站上面单独
叫我的。OK， 我们看一下他的画。首先呢，他这个非常像那种平面设计那种感觉很多元素很动感，蛮有意思的但是他这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也做了很多包装设计，我做了多少年了？做了8年的包装设计的那些游戏机那些各种产品的包装。那它这个就有一点点喧宾夺主就是说它太花了。这个背景，我说这背景跟这个人这个背景的内容呢，它反而比这个主体的人的这种丰富度还多。你要么是可以背景可以去重复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细节，然后这个人物主体它可以比较大的就比较平缓一些，细节比较平缓一些，这样能产生对比，然后人就会看到这个主体，或者就是说主体的细节比较丰富一点，然后背景再简单一点。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背景有2种橘黄色，然后这个最亮，整张画最亮的这个焦点呢是在这个篮球框这个线上面，我把它变成黑白，你看你的眼睛呢会很快的先看到这个白色，因为它是画面中最亮的部分，你会去看这个部分，对吗？然后你可能最后再去看它这个深色的人。但是呢，我是在黑白的情况下，如果打开的话，我会被这个点点的这个 shadow 这个阴影给吸引就是说这个可以把它饱和度或者是它的那个对比跟这个背景的对比，把它给更融合一下，就是让你的角色的这个整个对比度它是最大的，然后背景是比较小的这种对比度。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有没有正确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OK， 然后呢，说这个人我们就排除掉刚刚说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呢，其实这个人整个画完了，感觉还不错但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提升？OK。好，我先看一下参考的腿。大家画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人体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呢，很容易把这个腿呢画的好像波浪起伏这种感觉。那其实这边它其实就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复杂。然后画的时候一定要简化，自己把一些图形线条整个结构简化出来，漂漂亮亮的，不要给观众带来过多的细节。OK， 过多的细节，那我怎么讲过多的细节呢？我拿一张图上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很多不能播的图不能播的图，那我找一些能播的图给大家解释一下好，比如说我们这一张画，这为什么不能直接？比如说我们看这张画，它的腿呢，它就没有多余的细节，你看，它就圆乎乎的。我放大来这张画，你看它就没有多余的细节，它就简化的很好，一条拉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它缺失细节，对吗？但是它已经把它概括的很完善这张图可能讲的不是很好，我再换一张还有谁的画呢 ？OK， 这个还是我最喜欢的。你看它的这个细节它这个概括的，你看它就很平缓的拉下来，这个手看这手，然后这腿也是，你看它这个有一点点的，它基本上是直线，但是带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曲线这样子就是概括的简洁，让大家帮观众排除掉一些他不想表达一些没有必要的信息。OK，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的理解。那我们回来 OK， 你看这边的就是说这个曲线就很多地方它是没有效去表达这个结构的一些曲线，对吗？这样子就干干净净的拉下来，对吗？这样子就好了。还是手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你一笔画不完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给做一下。OK， 比例上我没有看多太大的问题，这样就还是刚刚这个腿这个结构一些细小的表达上。OK， 我也没画，时间不是很多，因为已经讲了快40分钟了，还有2/3。OK， 我加速。OK，
我刚刚讲的这些点，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去理解啊？刚刚裙子，好，裙子也是一样的哦。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给分析一下，有的层叠关系。它这个裙子啊，从新度这边，这个裙子呢，你可以自己，裙子你可以自己去把它给简化啊。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参考，自己可以去把它简化，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结构啊，不是被它的那个参考啊那么多细节给它给吸引。OK 还有什么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哦，就是这个头啊，为什么讲这个头呢？因为头发它是有厚度的嘛，你这个就快变成小光头的这种厚度了，对吗？那你稍微把它画蓬一点点，就其实她这个女孩子画女孩子，大家你为什么觉得一个女孩子好看？她的可能鼻子就往上多长了1厘米，你就觉得她不好看，对吗？眼睛小了0.5厘米，你也觉得不好看，对吗？发际线往上移1厘米，你觉得好看吗？所以女孩子她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比例哦，你要去微调。那头可能这么多，那你这个头发这样下来，它是不是就更丰满一点？这个头 ，OK 啊，下一个，快一半 ，OK， 这个南怡海棠同学哦，他很早就画完了，我知道，那这颜色各方面都蛮好看的啊，这背景它也没有喧宾夺主啊，是一个比较饱和度比较低的一个暗蓝色。那我们说我说下什么问题啊？大部分问题首先是结构，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比例啦。你看看这个手啊，这个手还是一样。如果你把它给转过来的话，它就已经碰到骨盆下面有点多了，可以稍微短那么一丢丢啊。然后呢是脸，脸是很重要的，你要把它一定要，如果你是往下看的话，一定要把它分析到位。这个脸呢，现在很少，除了柯南时代，就是柯南他可能那时候表达的比较图形化的时候会这么尖尖的，现在呢？现在是2022年，2022年什么跟以前什么90年代2000年初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更怎么讲呢？从物理的层面上，它会有更准确的描绘一些空间上的一个结构，它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图形化。这也是观众在审美在变化哦。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看它头往下低，你要把它这个微微低下来的感觉给它做出来。这个，OK，就是把这个低头的感觉呢，不只是五官，你不能说五官不变，然后你把它嘴巴和鼻子往下压，好像看起来是低头，那低不下来的。你必须是眼睛，它这个角度各方面，它都是有点往下看的这种感觉才叫低头嘛。然后你看耳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低头的话，这个眉弓这边就会跟这个微微低头，就会打平嘛，跟这个眉弓这边跟耳朵这边，那你耳朵大概会上来一点，耳朵的透视也是要准确一些哦。这个 OK， 头的结构就是这个一定要把它掌握，头是很重要的，头跟身体是一样重要的啊。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还是比例的问题，哪里比例呢？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腿，这个腿呢，你看。就是说你画累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说你们没有注意到，你可能后面会注意到，别人一讲你肯定注意到，但是呢，你画累的时候，你就闭上眼睛了，就想把它画完了，就画的大概看还挺好看的，然后就继续往下走。所以我建议画累的时候呢，尽量休息一下。好，我们想腿，你看这两个腿呢，它这个虽然又说这个是左腿这个是左腿，左腿它有透视，但是它不应该会细这么多嘛，你起码给它差不多嘛，是吧 ？OK， 然后反正小腿稍微修长一点点，就这么多，它就会更好看一些。然后呢，还有什么地方就是这个裙子，你不能看那个参考，因为你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动画里面动漫啊、插画这些更好看，比真人更好看，因为它可以去调整一下那个比例，比如裙子你就不要这么长，它飘起来一点。我也不会画裙子，我也要看那个参考。反正大概就是这个，让它飘起来，让它短一点点，就是把这个对比给它做强一点点，它会更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在图上它没有，因为那个亚洲女孩子她
一般就是说普通女孩子她中间要把那条线给表达出来，它是就是说腹肌中间那条线跟胸腔，你就那个是一个很好暗示这个体积跟结构的一个线嘛，你就把这个地方轻轻的画出来它就可能是一个腹肌的一种结构。那我这边不给你看参考，这边看呢，好看参考看参考，我找一张参考给你看。你就是说我们画这些画，你不要去这个可以看这个不行。OK， 我找一张大家能看的话。好，我们看这一张，你看它这边都有暗示出来这个腹肌的结构腹肌的结构。OK， 这张画为了以防万一那张画不行，我再找一张。给我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能看的话。OK， 这边也有啊，就把这个腹肌的这种结构给它暗示出来嘛OK。好，我们下一个。不过继续说一下，这个整体完成度是很好的继续再接再厉然后我们下一个同学，下一个同学在哪里？等一下14分钟，14分钟。好，下一个同学，哇，这个名字超级长，这个网友的同学，这个同学的名叫做安纳奇乐队鲍钦朋克佬，哇，这个名字太长了，是什么意思？能跟我解释一下 ？OK， 这个像个初音一样的那 OK，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怎么样去改进。首先，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它不会太艳蛮好的，就是说没有这么多颜色。然后我觉得呢，你头发这么亮，它已经是个亮点的话，你这个蝴蝶呢，就稍微把它给饱和度给它降下去一点点，这样子给有一个，就像我发现大家画画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都想表达，那你什么都想表达，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表达，对吗？所以特别是颜色要怎么说那句话？那颜色上呢，要控制自己一点不要就是填太多艳色特别是大面积的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然后人体上呢就是结构还不够不是很精确，哪些地方不够精确呢？那就让我这个老人家来跟你讲一讲好了 ，OK。首先呢，你也知道手臂分为上臂跟下臂，对吗？那你这个手的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对吗？那上臂跟下臂的中间应该会在这边，对吗？那你手最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肌肉嘛，这个叫什么肌肉我也讲不出来。那你这个最宽的地方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嘛，是吧？应该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理解这个肌肉那你应该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有点层叠关系，对吗？那为什么我这边画了一个？这其实是一个透视的一个方块因为手它是这个关节地方，它是一个方块的一个结构，你可以简化成一个方块的结构。OK， 那它应该是这样子，对吗？这个首先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很重要。然后我们看一下图，你看你这个粗的地方，它跑了好远了，对吗 ？OK。然后第二个就是这边的手也不是表达的很准确。那我按照你这个皮来说，这个关节点在这边，那你这个还好，没有刚那只是那边那么夸张。然后下一个问题呢这个还是头部的这个表达，你们一定要控制一下你自己控制一下你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说？不是说眼睛越大就越可爱，现在大家的审美已经挑了已经看过太多的图，自然而然的产生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审美，就是比较偏向写实跟物理结构上准确一点的这种画风。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卡通形象呢，这个风格已经眼睛很大了，但是你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太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安纳奇乐队鲍钦朋克佬这个画它这个就是这个眼珠瞳孔它的占的面积太大，然后结构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感觉就是它很平面的一个大
它是一个没结构的大，这样子呢就会感觉不是很合理。然后呢，我们再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就是头发啦。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个头发的结构你没有画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先去临摹嘛，临摹，然后再自己去按照参考去去创作一下，试一下咯。这个头发的结构一定表达好了以后呢，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画很高级。那哪些是画比较高级的呢？我来抄一下，就像这样子，你看他这张图，你看他这个头发就很明显嘛，就是一个脑壳这个前面一个刘海是一个弧形，一大片下来，对吗？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小弧形，都是有一个空间关系在里面，对吧？这样子就很好看，特别是你看脖子啊，这些都是你能让你感觉到这个透视上它是正确的虽然说它可能不是这么正确，但是你潜意识的你没有去拿尺子或者去剖析的话，你觉得它是正确的，那这个图就看起来很高级、很精确内容也很多。OK 好，整体还不错加油加油！我们看下一个同学还有一个是这个线你看你昨天腿给它做了一个模糊，你想做一个紧身关系这个不能这样做我觉得你先不要去关注这种特效、特技这种内容，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它画好，尽量把它图形完整把它画的精确就好了，不要去做特效。OK， 然后我们下一个同学出来一些。好，我们看看这个对方正在上厕所同学的这张作品首先他这个画得非常漂亮，然后这个线条真的勾得很细真漂亮，然后这线条还有点概括非常棒。那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我们不要被它这个精确的线条把你给吸引走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就是刚刚前面说了这个问题，就是线条你要流畅。我也不会流畅我开一点，因为我这个手绘板已经太光滑了，我就没弄纸张都是借口都是借口。你看一下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一笔拉下来，清清楚楚的，对吧？清清楚楚的就好看了嘛，就不要断掉。然后该封口的地方封起来嘛，该表达结构的地方给它表达出来，不要，你看这边又断掉了，对吧？就你看你的线条都画这么认真，你看这脸这么好看然后你很多地方断掉了，对吗？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脖子因为你画的这比较动漫风格，其实不只是动漫风格，你游戏风格现在脖子也女孩子肯定是会更细一点嘛，对吧？你就会这么粗，它这样子太强壮了，脖子是这么粗，对吧？然后脖子这样上去 ，OK， 然后再下来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讲这个。你看你这个其实脸画的结构我很能感觉到它的空间关系画的就很好但是这个你把它剖析出来，那侧面看脑袋的中心在这边，耳朵的话你要画，就像你耳朵画斜，那你耳朵应该会在这边嘛，对吧？耳朵会在这个位置，它不会在脸颊这边。你看我的耳朵长在这边，对吗？我的耳朵搬过来太近了，对吧？所以女孩子这个头你的结构都画好了，画的蛮好的，就是你这个耳朵不要贴眼角贴这么近。你看我的头 ，OK， 所以耳朵在这边，其他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表达。OK， 旋转表达其实我那天也研究了好一阵子，特别是它还有一定扭曲程度下去表达那个两个体块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表达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如果是从上往下看，我觉得蛮容易的。那这边呢，是长怎么样？那这边它就会出现一个拉伸的一种，这两条线条拉伸，它表达的，是不是？这种就一下就把它这个拉伸的感觉给它搞出来了，是吧？就这个地方，你要想办法去把它表达出这种拉伸的感觉。我也没表达好，我那张画我也表达了，尝试的很多种方法，所以有人说我那个不羁画的怪怪的，因为我想把它这种拉伸感表达出来，但是表达不出来，所以我就只能概括一下。OK， 还有广告招租广告招租，那你这个广告招租，你看你这个胸，杠杠的招租，把它给膨胀起来，对吗？
膨胀起来啊。那讲啊，这是个人的恶趣味了。然后你看，就线条，就尽量把它表达的到位顺畅一点点哦，不要留太多这种让别人去猜。OK，你看这个特别鞋子，还有这个裙子也是，你这个对这个结构，你没有这么理解，你就画了很多细节想去掩盖掉，就是说这种概括，这个样子是不太好的啊。OK，这个问题讲完了，这个对方在上厕所，同学真的画得很好，加把劲，把它的各种东西都画精确，我相信你会画得很漂亮，很漂亮。OK，我们下一个。下一个叫做星月幻象，哇，终于一半哦。OK，星月幻象同学哦，这个是他在纸上他应该在读书，他在纸上画的一个像速写的或是速写的一个图。那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就是改进的地方是比较多地方要去注意的。首先，那你要是画完以后呢，你就会休息一下再看，你就发现这个上半身太大了。你看我上半身拿下来给你看，是吧？上半身太大了，你这样子的话就不好看。你一定要去把这个比例我是看到你整个画完了，能画完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说这个比例一定要注意哦，就像你搭楼房的时候，一定要那框架一定要给它搭好，然后再去强调细节，再去做装潢。如果你那个大楼呢，它是上面更重，下面更轻的话，那它肯定你用几百万去装，它也不会好看嘛。你看我拉下来，你看是吧？这个比例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我就没什么好建议的，因为你还在学习的路上脖子这个结构表达一下那你对，大概就是比例，先要把这个比例的这个问题先解决好。OK， 那我们下一个继续说这个比例怎么解决好呢？首先就是告诉你下半身跟上半身差不多长，甚至下半身稍微长一点点或者接近，基本上跟上半身一样长，那它就会好看大概就这么简单。OK，下一个。OK， 这个资奔同学画的很可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做京都的那种风格。那也是，就是说很努力的我看他这个，其实上半身好像花了更多精力，下半身就比较潦草了，可能时间关系都没关系反正就是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就结构一定要准确这边结构哪里有什么问题呢？OK， 就是手大家这个手很容易，如果你有透视的话，你要把如果你有透视的话，左手会看起来更短。但是你左手看起来更短的话，你肯定要把这个透视这种往那边伸的这个感觉给它表达出来，对吧？这样子是不是就更像在往那边偏了，它就更短，就更合理，对吗？然后腿，这个腿呢，它没有节奏。什么叫节奏就是大小比例有对比或者颜色有对比那你这个腿的话，你就上面这边关节很重要这个膝盖骨，把它概括出来，上面大，下面小，小腿也是一样要有节奏，大小 OK， 然后这整根腿呢，它就看起来上面大，下面小，就是都有这样，就是又有大的结构大的节奏，又有小部分的节奏，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花好多钱学回来的真的是花好多钱学回来的OK， 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个问题就是也不要记住这个知识点，大小没有大小，整根腿大小，对吗？这样子就是一个节奏，一个对比就好看。你看到那些好看的画，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这边就不举例了，不然2个小时讲不完，得去做饭了呀。加油！OK，资奔同学画的很棒这个脸很可爱耳朵也是个问题这个耳朵也是结构上的问题不是说耳朵你画出来就结束了往后走一点点就好很多。OK，这个语音有录进去吧？我都特地搞了耳机
该有啊。哦，OK，我们的叫什么？这叫巨基哦，居小六同学。居小六同学呢，他这个我看他很努力的，他也天天在这边练哦，很棒。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改进呢？还是那个样首先我们讲这个结构的问题，你结构不理解哦，我跟你讲，包括我最近，因为最近我确实有点忙，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节奏放慢了。很多东西你要靠这个自觉性去把它给，比如说你手不理解，你就去画，你多画一点，多看一下别人的参考图，特别是现在那个上次是谁的书啊？那个春哥的书啊，画得很好，我最近都开始打印出来，准备开始临摹了，把它给攻克下来，你自然而然的就理解了，不用别人教，太多东西不需要别人教，你一定要有一个自觉的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不要卡在那边，卡在那边我又不去搞，然后又觉得好累，又搞不懂，然后最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对吧？好，我们讲一下这个图，首先比例你画的是这个卡通风格的，卡通风格的话，那跟刚刚前面的对比一下呢，你这个头又太小了一点点，就大这么一点点，它就看起来看起来好看很多。然后呢，这个线条不要给它放空，线条像这个地方不要放空。因为鞋子你不理解，老老实实把它这个结构，给它画出来，对吗？老老实实画出来，跑不掉的。然后你看这个裙子下面这个结构，你就自己就放弃掉了，别人就看不懂，对吗？你尽量把它给分析出来。如果你就算你画不出来，你把它连上连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结构给它，认认真真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回来把它给画完整画完整就突破你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嘛，对吧？你看看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看到你你后面有个草稿，应该是有打了一个结构，但是结构不是很准确具体怎么样去画我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帮你分析一下。其实大部分头大家都比较平时可能都有画，都有一定的积累就是这个胸腔。OK。去看一下 Proco 的胸腔，他那个胸腔画的蛮好，但是他也有问题，他那个胸腔厚度太大了我这个绝对是讲的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研究了非常非常久的胸腔有好几种以后我再跟大家讲，就是胸腔的开口有人字形的，有 U 字形的，还有 C 字形的。那女孩子现在还有各种概括方式，我最近也是研究的比较透彻。那我们就这个画质量画，这个视频线在哪里啊？那我就对，然后它这个是下来的话，那这边就上去嘛，你把这个鼓点给它画出来，对吧？然后这个手你画了一个问号，就是想问我怎么画，对吗？好简单的，这个手呢，你不理解这个结构的情况下，你就用，你看我就说我每次都说大家要练这个体块，要练这个几何体要练好一点，但是大部分人呢还是一直在练一些就是说你大楼没有搭好框架的情况下，一直在练那个细节，那个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你最后面你自己会发现，我这个框架好像哪里有问题，你又倒回来再练这个框架，你会觉得很痛苦，又不想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没有意义。但其实这些是很有意义的，我现在天天还在练这个东西。你看那个，我很喜欢那个画师就是我那个头像的画师，他这个方面画的真的很棒。你看像这个手嘛，那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中间比较大的一个像锥子一样的一个形状，你就是这样一个几何体嘛，对吧？我手掌我不会画，但是那些地方我是还是可以的，还是会画的
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哈。然后继续肌肉怎么样画呢？下次我再说吧。啊，OK。然后这个腿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啊。你要是不理解，就像我这种很偷懒的把这个圆柱给它搞出来，那腿这边腿中间会大一点点，中间会大一点更好看。看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懂我画这个结构哈，因为我画的比较草。他那个腿其实他是左脚有点用力哦，我会发现那个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画。我觉得你要画对的话，看到吗？就大概是这样的哦。这比例我也没画很好，但是就是说把这个体块给它吃透了，几何体吃透了。你画这些，你起码我说什么呢？怎么样一个比较容易、比较正确的方式？就是你画那个人的时候，你能把他这个就几何体体块画出来，那个人的比例它是看不出太大问题的，反而有点好看。那你就把这个几何体吃透了，这个比例你也大部分吃透了，哦，大概是这样子。OK，然后这个衣服的比例，那个衣服的结构你也是不理解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OK，去下一个。哦，朱小璐同学啊，画的不错，加油。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啊，称好麦同学，其实我一直不理解这个称好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过也还蛮好记的哦，这个啊，你看称好麦同学他分析的，你看他这个体块，看一下这个几何体啊，线稿还分析了人体，然后这个头啊，这个整个加了东西上去，那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啊？可以改进呢？啊，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几何体，这个几何体这个盆腔啊。这个盆腔太窄哦，盆腔太窄了。我跟你们说，这个盆腔呢，我一般不分析成梯形。我知道很多地方教程都是分析成梯形，因为她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漏斗形嘛，我知道漏斗形。但是呢，我一般是这样子分析完了，比如说这是盆腔，那这个腿它的骨点在这边嘛，这骨点在这边，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往外面走嘛。你这样子是自然的一个梯形，对吗？你看我这个，我这个透视啊，大概画一下啊，就哇，声音都哑了，靠。OK，你看自然而然的，就不是女孩子的这个下半身的感觉就出来了吗？哦，没必要强行去画梯形，甚至你在画这个几何体人的时候，你就方块或者方块长一点点都没问题。哦，不一定要画成梯形啊。好，有点跑题。OK，这个太小了一点点了哦，这个太小了一点点，然后太上面了一点点。这个盆腔呢，基本上跟脑袋差不多高，差不多一个头长0.8到1个，有人画0.8，有人画1，啊，都是很正常的。那我看到很多留言都跟我说，哇，你的比例怎么是这样子的？啊，我说实话，因为我确实是我当时学动画也是那个第一年就是在学比例。这些东西我们去解剖室都看过真人，然后跟各种数据都教的是比较严谨的，就是说那个骨盆它就是0.8，你画1也可以，画0.8也可以。然后这边这个腰长，我上次有讲过，这个腰长呢，它其实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手拳头的，就是骨盆胸腔最下端到骨盆上面就是一个拳头的距离。那你要怎么去优化，怎么去简化？哦，都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但是我就是告诉一个写实的比例，它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然后这边他左手抬上去，而不是说这个胸腔他抬上去，给你简单一点。OK，这样子有没有看清楚一点？它不是胸腔抬上去的哦，它是那个骨头抬上去了。你这个胸腔。这样子你看它的，等一下画出来的它这个比例呢，它这个比例就会比较正确一点，因为你看你会感觉它好像你少了哪里一个部分，对吗 ？OK，这个是这个几何体，然后到这边呢，就是你刚刚那边没分析好的，你看你的头是低下去，你到这边又抬起来了，然后你画人的时候又抬起来哦，这个是你可能重新分析了一遍，那这个
也没问题。那我们看最终的成果 ，OK， 线条断掉了，这个结构没有暗示好。你看我第一个解说，还有这个结构的这种透视结构没有表达的太准确哦，就让别人猜，不要让别人猜，你要帮观众去排除掉那些杂质信息。那你这个抬起来的手的话要怎么样呢？那肯定会过来一点点嘛，虽然说有透视这边我就不多画了，因为我也不会呀，也不叫不会，就是说不是很熟练，慢慢分析是可以画出来。脖子太粗了啊，女孩子的脖子一定要那个细一点点不要那么粗，特别是这边叫什么肌肉脖子这边不会像我这么强壮是吧？然后你女孩子嘛，你这个透视这可以啊，这耳朵画的是没问题的。那你这个眼睛呢，下来一点点，我用你的图来改。不要这么上面，因为你是女孩子嘛。等一下，是动漫风格女孩子你看那些，甚至现在都眼睛是它虽然是抬起来，我知道你稍微下来一点，它就更像女孩子，对吗？然后这边这个下颚骨稍微把它打磨一下。所以我说女孩子她要画得好也是蛮花时间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比例 ，OK， 然后发际线在这边，你看发际线，zoom in一下，发际线在这边的话，对吗？那你这边发际线给它下来一点，多遮掉一点，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更好看了呢？是吗？看是吧？好，就是结构上这个准确性还有那个其实比例上你问题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比例大比例没什么问题，然后结构上你要再精进一下。画那个几何体呢，它没这么快学透的你就认真去把几何体体块、基础体块画好，不要着急去画太多那种比较细节的东西，它很花时间。但你大楼没搭好的情况下，你去画这种细节，会花更多时间再倒回来补这个框架，都是很有可能的。OK， 然后陈好麦同学画的不错，分析的很好。好，我们再接再厉。然后呢，下来，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哑。然后这个是画一个 gesture 的一个速写东西，画的很好他这个虽然我不知道是多少时间画，但是感觉很好，很像科班出身的，画的不错。那我上次告诉他了，我现在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你画多了以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将这种腿就会像 Proko 老师一样分析。我那天语音上给他解释的这个，但我没有。你看，如果你画，你自然而然的这个腿呢，它就正取跟反取，你可能在这里再优化一下，就出来了，对吗？那就把这个动态就画出来了，其实就是画熟不熟练的这种问题其他手你可以慢慢的就知道我是这样子，我知道你是看你这个是按 local 的教学画的，我感觉都很不错就是说手的话，你看不要拉直，它可能它如果拉直的话，也有一点点的，其实是有一点点这种一点点这种趋势OK。大概是这样子就反正画熟练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就很快。OK， 好。然后我们下一个，哇，还有5个同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蓝叶小朋友画的不错，很细完成度很高。那我喝口水。好 ，OK。我们继续这个蓝叶同学画的完成度很高，那有什么问题呢？我是说真的是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画这么细的话，有些问题我一定要给他指出来，那以后画了就进步会更快。OK，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该怎么说先讲一些比较容易看到的问题吧。这个衣服的结构，你看。大部分人我发现大家都还没我也还不会画衣服，但是你要尽量把它，你可以把它褶皱画大一点，画饱满一点，就把它概括出来，就让你观众能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衣服结构不要被它那个参考图的细节给它抓住，你就
狂死抠细节，然后从后面抠出来自己也看不懂，这样子就没有效。然后呢是这个结构这种结合这种叫做透视结构。你比如说鞋子这些地方，你看你不要偷懒是吗？然后腿的这种圆柱的这种感觉你没有把它表达好，为什么没有表达好呢？跟这脸也是有关系的。你加了很多反光，我知道你加很多反光，但反光加多了以后呢，就破坏了你整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破坏了你这种就是让人感觉到这种正确的结构有点累了这个词穷。特别是你看你这个袜子这边呢，它怎么就突然发光了呢？是吧？袜子边缘它发光了就你看你都画这么细了，你看你这个都明显凸出来了嘛，你这个地方就肯定要把它给修好呀。你不要偷懒了，你就是说你累你可以第二天再画，我们不急了这个你看把它涂好来，甚至你这个边边你都可以加一点阴影，不就有点进去的感觉嘛。那就是说你这个高光反光破坏了你整体的一个素描信息，我把你变成黑白，你自己来看你看这腿你就感觉不到它是一个圆柱体的，对吗？这边你看左腿还表达的好一点点，但是右腿你看明显被打平了。然后这个肚子这小肚子是吧？这小肚子光是从上面下来的话，我知道它地板它是有一个反射，那反射它肯定会比这个上面下来的光更弱你不要想着说地板反射会比上面弱，那是不太现实的。用镜子它也会比上面的暗一点点。那你看你这个肚子整个打白，这腹部打白了以后呢，你就让人感觉不到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对吗？其实最好的就是说你要帮助观众去排除掉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信息，你就把它涂掉嘛，你就给它涂掉，上面一个光，下面你要的话你就加一点点就好了。你看很多地方，你看这反光超级强，你都不需要这么强。你怎么样去画正确这东西？你就画水果咯，画那个素描带颜色的素描去试一两张，你就解决这个问题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一张画的时候，特别是很认真画的时候，什么都想表达，然后你高光反射，然后彩字什么都加上去，反而你去忽略掉了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体积和一个素描的表达。就是素描是什么意思素描就是明度上表达出这个空间体块这种立体的关系，这个信息缺失了以后，不管你再怎么去加这个内容，它这个看起来就怪怪的，就不合理。OK， 然后呢，其他我也没什么意见，就是说这个叫做渲染表达上呢，可以再多努力，多去做一些练习衣服慢慢来。然后你看我说什么表达，你看这个，你看你这边都知道这个手你这个胸是挺起来的嘛，对吧？你这个胸它就没有，我这边大概画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理解这个胸的这个体积没有表达好OK。然后就是这完成度是很高，有各种光就是再把它精进一下。OK 南叶同学加油。那我们下一个超哥超哥他不是跑题他画了好几个，他都画了超哥的线条是很漂亮的，然后整个画面是很清晰的那超哥他结构他也一直在练，我都非常就是理解他这个进度，我也一直在看画的是很棒的。说难听点，这个什么叫说难听点？说现实一点，他的线条比我好太多太多。你看画多细这个线条，哇靠，我没有这个心情去画出来。那超哥他现在什么地方可以改呢？第一个就是虽然结构他都有了，但是结构它的这个细节的比例呢，它还欠缺一点点，还不是那么精确。等你这个细节比例都完成了以后呢，你再去做一点点风格化。比如说女孩子特别是超哥第一张画的时候，我这没有画的时候呢，为什么他画的女孩子比较像男孩子，比较僵硬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人都很壮就是包括女孩子，超哥画的女孩子，她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比例差不多，甚至就是上半身可能还更宽一点点，就非常的强壮，看起来像个男孩子，像个死士这种战士这种感觉。那你画女孩子的话，你虽然说很有力，你看别人画的阿卡丽的那些插图，虽然它很猛的感觉，但是你感觉它是很柔软。那这种就是细节比例上的一个把控。
然后呢，反正我是觉得超哥练下去没问题，因为你看他这个头发，这不是头发，说的这些线呢，它是真的很细哦，这结构表达的很精确。这个不要看它哦，好像一段一段，但其实你要表达的精确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OK，那我们在讲就是说，有什么地方一些线条上可以可以改一下，因为你画女孩子，男孩子我觉得超哥画的肯定很棒，你像那个第一男爵的画很好。那女孩子你线条就是要连贯一点嘛，柔软一点嘛。你像这个腿，它这个腿就可以做成反，为什么画不出来呢？对，你这个腿你要表达这个体积往前的这种感觉，就应该是这样子来表达，对吗？然后这个手不要这么多节，我知道你想表达这个结构，可以把它给简化掉一些。然后头发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它那个走势，比如说你看你都往前，你都已经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趋势，那你头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样子啊？我这个画的好丑，就这种飘起来往后面一点这种感觉呢，对吗？这个也是细节。这个口罩不是口罩，这个面罩也可以往后一点。然后有点跑题啦，就是这些肌肉结构呢，你可以把它给再优化一下，把它画得更柔软、更连贯一些啊。然后其他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能帮上忙的。还有一个帮上忙的地方，就是女孩子，大家不要被那个日系很多画是错的，因为还有一个线，你不要给它留空，就是她这个女孩子的胸呢，它跟这个胸肌，它其实不是在，就是这个连接，它并不是在同一点上。这个其实这个胸它是有一点点，就很淡的，从旁边这样连上来，而不是说它直接跟胸肌挂钩在一起。那我这边有没有什么参考？暂停一下，我来找一下。OK，不找了，大家自己去看下动作片了。我这边放出来，我这个视频就不能过审了啊。OK，好，超哥继续加油哦。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浙江郝明志同学，好久没有看到了哦。我也本来很希望说能看到他的这次参与，但没有。我希望下一次，如果他还在看我的视频的话，我也希望他能够参与进来。然后还有我们的 Olivia 同学，一群的 Olivia 同学，我也希望他能够参与进来哦，是希望啊，不要给压力啊，就是说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OK，我们继续下一个。下一个还有3个啊，赶紧的，不然我要做饭太迟了。好，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哦，这个是我们的叫做，它这个名字我发不了音哦，我不知道怎么读这个音哦，这个叫做。你们能读得出来吗？我的文化水平没有很高啊，这个我发音不了。好，我们就叫他11同学哦，11同学 ，OK。11同学画了很细，还贴了彩字哦，很有意思，画的 OK。但是呢，他这个人体结构哦，逃不过我的眼睛哦。看多了人体了以后呢，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一眼就看出来。OK，首先我们这个重心，这个人他这个脚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那如果你是想让他往前倾，有点蹬起来的感觉的话，那你起码我们画的不是那个运动中的瞬间，那肯定是一个比较静态。你这个腿呢，是不是就让它下来一点点，让它这个脚尖稍微碰到地板一点呢？是不是？是不是？你可能当时画的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到哦。我们先不要去管它这个，画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管它这个腰是不是有倾斜还是怎么样，就把这个合理的地方把它更合理化然后呢，你看接下来是什么？我说的人体结构呢，就是你看，如果我们的这个锁骨在这边，那这说明了我们的胸腔是从这边开始的我这个有点累。画不进去啊，大概。他这个画的很丰满这个风格我很喜欢大概是这样子嘛，对吗？这边挖个洞挖个洞，OK，这样下来，那脖子，其实脖子看这样子画出来还行哦，但是为什么哪里是错觉？那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了。然后你骨盆
哦，这边画的没有很精确了，因为时间真的不够了啊。我把这骨盆画长一点，画宽一点点，来迎合你这个傲人的身材。哎，我也画罢了，我累了，真的大概啊，但是大概就是说你这个下来哦。那我就把他这个身材按照我理解的大概加长一下，因为太长了，瞄一下，哎，太长了，这个，OK，大概这么长。记在这边，我这个开口开的太上面了，有点潦草。因为其实人体好像没有太多问题，但是不懂为什么这个转角的哦，这个转角你看这个地方，那它应该不会啊，会是这边这么小？看我这个弄起来，我这边肉都挤出来了。不是说我胖了，就是说你的女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你那边肯定是这样子的嘛。然后这边是这个手肘的骨头。OK 啊，其他就我说人体比例上大概就是这样的讲解一下，然后讲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就是还有一个体积表达上，以及表达上呢，就是这边用了太多色调。你看这个大腿丝袜这边啊，看起来没有那么像这个圆柱体，因为用了太多色调。然后呢，身上这个材质拉伸的跟这个体积鼓起来的这种曲面感，它对不上啊。这个以后如果学材质的时候会大概讲一下怎么样去把它拉伸。然后头发它努力的，你看这个就很好啊。虽然不是说那么精通，但是它也尽量把它画成有体积有结构的这种关系啊就可以。那这个嘴巴好像没有涂好，你还是再认真点把这嘴巴，你看，你可能觉得哇靠，我不会中印这么看这么大，但是我看到了，对吧？这个嘴巴画好看一点是吧？哎，这个嘴巴我说短时间我也没办法给你搞好，反正不要这么实就行了，我也没办法一下搞好哦，挺好看的哦，整体来说挺好看的。还有这个手，你看。这个手的小臂太短了，如果你是转过去有一个透视的关系，那你要把透视的这个效果给它画出来。OK，啊，高光这些我说了啊，先把这个体积都画好。就像学素描一样，高光都是最后的哦。这高光不要加那么多色调，不然整个头发就脏掉了。OK，我准备要做饭了，赶紧哦。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看还有两个同学哦。OK，这个是我们的风不觉同学啊，他虽然没画完，但是啊，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啊，我能看到就是这个线条，他画当时可能很想认真把它给画完，但是发现这个工期太长，赶不上啊，就是你画的时候，你这个 idea 就是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哦，以后你可能等你画技提高了以后，你反而这种想法它就慢慢的缺失了，所以你现在画的东西，你的想法、草图都可以保存下来。等你以后有实力了以后，再去把它就是画的更好啊。因为我自己是发现，就是说，我以前很多想法，然后我现在都没有了，只懂得讲这个人体结构一些比较动感的一些想法，比较敢去突破的一些就是那种灵感都没有了。这个是要慢慢积累的，就保持这种新鲜感啊，就是一些人体结构上的一些小地方。要改一下，你看这个手，就女孩子的手一定不要太粗，然后脖颈关系啊，这些都是人体的一些基础，要继续去做练习，把它画好看一点。然后很多人的一个盲区就是这个髋
盆腔的这种结构。其实我也没有画很好，我也在练。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有时间，我大概觉得你画一个20个小时应该能搞定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镜头这种旋转呢，都可以后期再来搞前期可以先把这个人画好。OK OK 好，最后一张横城万里同学先看一下横城万里同学，画这个线条很漂亮很连贯，感觉应该是很熟练的哦。然后他这个是速写，画的不错，画的不错，我觉得已经达到一个练习的目标，就是说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这个腿的线条，你看这边比较散，你下次多练了以后，你就尝试一笔画下来呗，不要断开。不要断开，就一笔画下来呗。然后这个手它不应该是，它这个其实是它这个我也发现大家这边不理解的话就会画成这样，它这个其实是我们定个点，这是锁骨的中间，这个锁骨是像个单车握把一样的结构，然后到这边，然后它这边其实是有肌肉的这个叫什么肌肉？三角肌？什么三角肌？这个肩膀的肌肉叫什么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导致它会隆起，然后这边就是直接就下来就好了有点潦草但是你们理解我讲的这个东西，这是胸肌OK， 有没有理解我讲的这个东西 ？OK， 然后呢，其他也没啥，就鞋子的，对，这鞋子的还是要多画2笔多画2笔，把它这个结构稍微把它拉上去一点，完成度拉上去一点，跟你这个裙子，你看你画这么多细节，你这个鞋子就太有点敷衍了。OK，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讲一下脸讲一下脸，眼睛不要这么上面眼睛下来一点。给上面多点空间，因为女孩子嘛，虽然说有点仰视，你自己优化一下，你自己优化一下，然后后脑勺稍微给它丰满一丢丢就好了其他我不是硬要扯出什么什么地方要改就整体来说挺好的，就是一些小的地方。OK 然后胸这边不是胸这个胸腔跟这个腿腔，你看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其实你看胸的中线在这边，骨盆的在盆腔的中线在这边，是这样一条线拉下来，你看到了吗？你看盆腔，讲的不是很那个很清晰但大概是这样子。OK，第一次的这个团队练习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画都非常棒我们月底应该还会再来一个练习。希望大家也到时候多多参与互相提高一下。我是老叶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我上线，因为我这个看医生也看了好几次了，反正稍微降低一下这个熬夜的次数不然都没有身体了，以后都画不了了大家谅解一下，我最近没怎么回，也没怎么上线，更新视频也比较慢好就是说如果我能帮到大家的，我会努力去帮到大家，因为我知道画画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这种自学又没什么钱去进修。如果你能看完我这个视频，记得帮我3连一下，因为你看我的频道就是几百个流量，非常少然后呢，如果你能看到这边，记得弹幕留言一下，我也想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看完这个视频这么长，差不多2个小时可能。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祝你们每天都愉快。